处觅诗魂？向涂山采石，青莲碎叶。人生得意须尽欢。李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一首《将进酒》，借黄河的奔腾之势，用豪迈的情感书写极致的浪漫，彰显诗人渴望用世的赤子之心。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孕育了华夏文明的精神特质，见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多元融合。新时代，我们用各种艺术形式延续历史文脉，我们用包容旷达的胸怀，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演李白有30年了，每一场的演出，我都想将自己融进他的精神世界，使我在表演中渐渐地成为了他，同时让他也成为了在台上的我。李白酒入豪肠，意兴盎然。笔端的黄河之水奔涌至今，成为后世艺术家创作的源泉。当时画这个壶口的时候，原来都有10公分的天际线，那么我就把水给贴到顶上去了，就感觉那个水真是从天上下来的感觉。我有意识强调这样的。这是油画家王克举历时数年创作的长卷画《黄河》。他将黄河沿途的30多个代表性地点，用101个画面串联起来。壶口瀑布是他创作这幅画的起点。有一句话就写书法叫“一笔是一字之规，一字是中篇之准”。一开笔的时候，这个字写成什么样，后篇都是这样的。在完成壶口段的创作之后，王克举沿着黄河堤岸辗转多次，希望找到一段更特别的黄河。终于，在黄河上下游的交界处，他停下了脚步。在这里，晋蒙大地一分为3，黄河水从奔流不息变得温柔起来。除了在构图上表现黄河的浩瀚，如何用色彩和笔触在画面中呈现出更多的细节？王克举要去到黄河滋养的土地上，去生活，去创作。这就是这老屋，这是你老屋的，这个是宫顶的，对，宫角的。老牛湾附近的村落，是最能体现黄河沿岸生活原貌的地方。这里是西北地区典型的黄土地，最常见的是窑洞和玉米。这就是画家希望观察到的生活场景。捕捉这些生活中的细节，画家才能与被画的对象心灵相通。中国人的对这个绘画的一种看法跟要求，它与西方不一样的。南宋以后呢，其实绘画就开始演变从内心的一种表达，所以前边的叫无我之境，后边叫有我之境。有我之境实际是表达画家的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在一笔一画的速写中，一幅更完整、丰富的黄河图景在王克举心中构建。晋蒙边界的烽火台，在王克举的笔下构成了视觉的锚点。窑洞建筑散落各处，漫山的玉米地
被用粗粝的笔触着重勾勒出来。这就是中国人观察事物叫搜尽其缝打草稿。我只选取能够表达我意图的景观进到画面里边去，特别强调的是这种书写性，它的急缓、它的情绪的阴阳顿挫，都会在这个笔法当中给体现出来。历时4年，行走4万公里，王克举的足迹从雪域高原到戈壁沙漠，从黄土地的沟壑到渤海之滨的庄稼湿地，36个景别里的所有画面都是在现场完成的即兴创作。他在充满敬畏的旅程中，用画笔和色彩，把自己心中的华夏大地丈量出来。黄河这个长卷里边，把我写生这么多年的一些积累经验，一股脑的得到了体现。这样一个宏大的这么一个题材，它的分量既有挑战性，它又是我的这么多年的一个总结。其实画了这20年画，好像冥冥之中就为了画这个黄河做准备。黄河之水滋养出中华民族丰富饱满的人文精神和生命情怀。有人深耕黄河文明，用画笔展示全新的视角；也有人把多元一体的华服文化魅力传递得更远。纽约时装周、巴黎时装周、中国国际时装周，一个大男孩的身影格外引人关注。张燕，自称东北小裁缝，24岁那年便带着自己设计的华服席卷各大国际时装秀场。他将自己对中国风的理解糅合进细腻华服的艺术构想。我的设计风格呢，其实基底呢，旗袍或者是汉服，以它们为演变的根本。我努力的方向更像是一种年轻积极的生活态度，然后把它融合到了中国风里面。所以说我的中国风里面也有很多潮流的元素在，不停的把这些东西来回的碰撞啊，产生一种新的视觉效果。即将到来的伦敦秋冬时装周，他给自己将要参展的主题起了个名字，叫静候风起。这次他想要在一片诗一般的幽静中捕获灵感，寻找中国风吹起的痕迹。云南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北回归线穿城而过，在这个太阳转身的地方，深居着一位张燕期许已久的神秘人物。Hello， 有的。哇，你们这是在做什么？织布吗？我们在这里要线的，要好线就是要织布。蔡凤英，哈尼族服饰非遗传承人，制作哈尼族传统服饰已经有30多年。哈尼族没有文字，所以他们的服饰上会用刺绣表达丰富的信息。这里对张燕来说，无疑是纹饰和图案的宝库。穿上我们少数民族的衣服，穿上这里绣，才能在这学。就像我们哈尼族的帅哥的。相比于现代的织布技法，哈尼族制衣始终保留了最传统的手艺，每一步都是技巧和耐心的考验。你这样，这样错，下一点，下一点点吧。我干了些啥？不能笑，不能笑。刺绣，更是哈尼族绣娘的拿手好戏。彩色的织线都与过去哈尼族人民在这片土地上迁徙的印记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每一道的纹样都是哈尼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图腾。虽然刺绣的动作在熟练的绣娘面前稍显笨拙，但张燕还是很享受这样的过程。在设计衣服的时候，你的心境就影响着你的设计。给我感触最多的是，他们在做这个衣服的时候，就是100%投入了自己的一个情感。你可以看得到那份真诚、那份质朴、那份热情。地处茶马古道沿线，这里的山水之间
都烙印着茶文化的印记。张燕用心记录茶山的一草一木。茶呢，其实给到我很多的灵感。这个核心呢，是在于茶的一个变化。刚采下来的时候，它是这种清脆的生命力的颜色。随着很多的工序的进展，它就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沉稳，越来越具备着一些事情的经历带给它的一些沉淀。在变成褐色的时候呢，它就能激发它全部的香。我就觉得这个跟中国人的品质其实特别的像。颜色、线条、触感、香气，或许答案就在瞬息之间闪现。经过采风，张燕决定用手中的针线先制作出一个小样，为后续的正式设计做一次实验。从那个洞里面射出来，然后出来的时候是个剪影，然后发丝是那种亮亮的。山野丛林，踪影飘渺中，一场国风秀正在上演。茶字拆开，便是人在草木之间。琥珀与青色表现茶韵其中，青色琉璃欧根与原木色褶皱塑造茶在水中化开的形态。茶染工艺就这样形成了独特的纹饰。张燕选择兰花来表现茶味香甜。茶香香于九碗之兰，于是呢，用了这种刺绣啊，包括钉珠的方式，绣了这个兰花来体现这个茶香慢慢升腾的感觉。整体的设计风格呢，甚至是有一点点这种粗糙自由的方式，不仅仅有茶的感觉，而且也融入了哈尼族那份真诚、那份质朴和对待这个世界的一个看法。茶马古道的这趟旅程，让张燕相信，她最新的华服系列设计上一定有令人惊叹的表达。张燕与她的华服梦想再次静候风起。28岁的青年设计师期望让华服在世界时装的舞台上刮起旋风，而23岁的藏族小伙则梦想成为高原上的哈姆雷特。这是藏族演员顿珠次仁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也是戏剧演员濮存昕第一次站在导演的位置上。不在戏里了，好，往下走，走了，慢慢的走啊，衣服。他们即将在人艺剧场实现中国话剧界的首创，用藏语演绎莎士比亚经典剧目《哈姆雷特》，这让刚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顿珠倍感压力。参与藏语版《哈姆雷特》演出的年轻人，都来自西藏自治区话剧团。顿珠与同样刚刚毕业的同学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首演练习发音技巧。死亡的符号，这个戏里的主题就是生和死。对于死亡的态度，就是对于结果的态度。我们每个人对于自己人生结果不知道的，从哪儿到哪儿。大学4年，这群从小在西藏长大的孩子，经过长久练习，掌握了普通话念白台词的技巧。现在又要回到母语的体系里，一时间很难找到状态。尤其主角哈姆雷特的人选，始终无法让指导老师兼导演濮存昕感到满意。你就在这儿说了，时间来不及，就必须马上当机立断决定要不要调整人。连续为5位男同学试过戏之后，濮存昕把目光放到了顿珠次仁的身上。看一下，你们有没有看清他的脸？现在黏着我来看嘛，你最看了就为你这个打我就。
顿珠他很顺畅，上来就基本上是对的，就说明理解力到了。哇，哈姆雷特终于让我来演了，真的很担心，很怀疑自己能不能拿下来。我们4年一直攻的是台词训练、普通话，但是毕业那一刻要用藏语也来演出哈姆雷特，突然压力一下子特别大。拿到角色的兴奋感渐渐散去，顿珠一直被自我怀疑所困扰。后来每一天都逼着自己去练藏语台词。我自己在排练结束时，我自己下去也练了好多台词，我也背了好多台词。坚守道德和正义，做着本能的抵抗。哈姆雷特进行艰难的蜕变与抉择，在他心中的生命彼岸是怎样的神秘王国？一句句台词背后蕴藏的哲学命题，都将顿珠深深地吸引，常常独自一人在排练厅反复推敲。藏语老师尼玛顿珠加入，引领他突破语言秘境的迷雾。整个宇宙是个宇宙世界过来那么迷恋。我们的藏语指导老师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也是他非常非常无语。哦，顿珠这个字是这样念，不是这样念。他应该一个字会给我强调10遍、20遍这种感觉。首演的日子一天天临近，顿珠始终没有找到自信。在表达哈姆雷特纠结而外放、真实不做作的复杂情感时，他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为了找到语言与角色之间相融的真实感，顿珠决定回到自己梦开始的地方，找寻突破迷雾的火把。我是从小就在洛扎县古区村里边长大的一个孩子，然后我除了上学，放假期间我一直都在山上。我就是一个牧民，我跟这里的大草原、这边的牛羊，还有我家的马，我对这些东西是非常有感情的。与大自然相处、交流，感受这片土地给予的反馈，是顿珠一路走来与这个世界沟通的途径。这就像一个记忆盒子，它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当中，所以，对于我的表演而来说，我会把这个盒子打开，利用起来。记忆的盒子瞬间被打开了。藏民族的文化里，自古以来流淌着道德与正义的宣言。人们了解善恶的定义，人们拥抱亲情的力量。这一刻，任何的话语都显得无足轻重。一辈子从没看过话剧的顿珠父母，在看到顿珠投入的表演后，沉默了许久。而顿珠自己，似乎也找到了更好的演绎哈姆雷特的方法。刚开始可能觉得，他们可能觉得，哦，这孩子在干嘛？然后那一刻感觉，哇，我演着演着，突然让他们非常安静的在看我，这就是一个非常奇妙和奇怪之处。他们也有很多的问题，当我跟他们说的时候，哦，他们终于理解了。回头看，这是变光，表演和光是结合在一起的。然后你要大动作。以前充满怀疑，我害怕死，最后的我的心态就是豁出去吧，
当我准备站上去、走上去那一刻，我就觉得啥都不想了，开始吧。属于顿珠这群藏族孩子们的《哈姆雷特》首演，在首都剧场如期而至。这将是他们梦想飞扬的舞台。我终于在这块土地上能用藏语演出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哈姆雷特》。我觉得这种民族自信、自豪感其实是油然而生的。我们西藏的语言，西藏这些孩子们表达出来的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我们解读的一种能力。我们解读这个世界、解读经典的一种能力，这是文化几千年人类文明的传播。语言和文字应该是所有人类文明的 DNA。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这10年，我国的文化建设在守正创新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不断增强。新征程上，中国将继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5000年的中华文脉，必将如黄河之水，一路向前，绵延不止，奔腾不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古往今来，人们将我幻化成万千模样，而我亦将志趣放之四海，浑然其间，装载我中华文明之圣洁。绿水青山中邂逅，自信的笑容，倒像我也正丰收。书声朗朗的问候，桃李传承着5000年的悠久。幸福中国，万家灯火。书写青春不朽，敦煌月踏浪，黄河奔涌流，万里锦绣，风雨同舟，新时代的奋斗，历潮头显身手。